说曹操，曹操到。未央主动打来了电话，这嗓音听起来有些低沉，没有任何情绪，好像电话那端的是个满脸络腮胡的彪形大汉。夏子熙看了苏无忌一眼，随后声音平静地说道：指挥官先生，你好。说话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接电话的号码，是自己在意大利的手机号。如果对方打的是自己的华夏手机号，那才是要出大问题。我看到你发出了求救信号，请你告诉我你预习的所有细节。未央说道。银月的背后是有一个支援联盟的，一旦遇到危险，他们便会在这个联盟系统里发布求救的定位信号。不止苏无忌在这个联盟里，几个游侠的关键人物也都匿名参与其中。夏子熙轻声说道：指挥官先生，电话里说这些不方便，我会把全部过程在事后写成报告发到你的邮箱。来不及。未央说道：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合作，你或许并不清楚我的性格，等你写成报告，所有的机会都已经错过，现在就是对杜卡罗进行报复的最好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对方就反应过来了。夏子熙说道：指挥官先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们面谈吧。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好。未央说道：告诉我你所居住的酒店，我去找你。夏子熙说道：指挥官先生，我在罗马，你来得及赶过来吗？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意大利。未央似乎是个急性子，行事风格风风火火，又问了一遍：你的酒店名称是什么？夏子熙说了个名字。好，我随后就到。未央顿了顿，问了一句：听说你受了伤，伤势怎么样？没有大碍，谢谢指挥官先生的关心。夏子熙表现得很客气。得麻烦你多等我一会儿，我受了一些伤，行动比较慢。好的，虽然你受了伤，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尽快到达酒店大厅，然后坐在沙发上等我。未央说道：我不想失去铲除杜卡罗的先机。好，我尽快，给我半小时时间。夏子熙随后挂断了电话，直接脱掉了睡裙，开始换衣服了。现在灯光全关，苏无忌还是能从那窸窸窣窣的声音里听出一些撩人心魄的感觉来。其实你身上有伤，没必要非得自己上。苏无忌说道：我替你出面都可以。之前米凯莱那一拳把夏子熙轰出了一些内伤，加上他本来从莫桑科罗岛回来的时候便是重伤未愈，此刻战斗力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夏子熙一笑：难得遇到这么好的机会，我得演得逼真一些。15分钟之后，戴着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的夏子熙出现在了500米之外的一幢酒店的大厅里。是的，他告诉未央的那个酒店名称并非自己和苏无忌所居住的酒店，静静地坐在大堂吧的沙发上。此刻的夏子熙看起来就像是个无比恬静的姑娘，人们初看之下很难把她的柔美形象和银月的主力杀手联系到一起去。等了10分钟之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左右环视了一圈，坐在了夏子熙对面的沙发上。这男人也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大晚上的，鼻梁之上还架着一副墨镜。晨曦，他问道，这低沉的声音和刚刚电话里如出一辙。你好。夏子熙没什么表情地说道。
指挥官先生。你叫我未央就行。这男人的意大利语极为标准。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夏子熙说道。当然是一个人。指挥官先生不必考核我对营月的保密条例是否熟悉。未央说道。并非考核，我的意思是，暗影天王没陪着你一起吧？夏子熙。没有啊，暗影天王为什么要陪着我？未央继续问道。难道不是他把你从杜卡罗猎杀者的手里面救下来的吗？夏子熙轻轻摇头。我没有遇见暗影天王，我甚至都不认得他。未央明显愣了一愣。你不认得他？夏子熙盯着对方的墨镜反问道。指挥官先生，是谁告诉你我被暗影天王救下来的？那可能是我弄错了吧。未央站起了身，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结。走吧，让我们去商量一下针对杜卡罗猎杀者们的布局计划。夏子熙并未起身，而是问道。我们去哪里商量？先上车。未央说道。我已经联系了罗马当地的装备官，会谈地点由他来安排。夏子熙跟着起身走到了门口。晨曦。未央看了看身边姑娘那无力垂下的一条胳膊，看似颇为关心地说道。你的伤势不轻，以后一段时间不要接任何任务，就在家里养伤吧。夏子熙一笑。谢谢指挥官先生的关心。未央问道。对了，你家在哪里？此时两人已经走到了酒店门口。夏子熙轻笑道。指挥官先生，你的这个问题又是要暗中考察我对保密条例的遵守程度。为避免被俘虏之后暴露同伴营月杀手之间基本不知道彼此的真实信息，至于住址更是绝对不能暴露。未央说道。我并没有考察你的意思，只是同伴之间的闲聊而已。夏子熙说道。以前雪人指挥官可从来不会和我们闲聊。未央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更何况我并不认为雪人的做法就是正确的。说话间他招了招手，一辆商务车已经驶到了酒店门口。上车吧。未央说道。夏子熙却没动脚步。晨曦，你怎么了？未央问道。需要我扶着你吗？夏子熙笑了笑。指挥官先生，你今天露出的马脚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未央的脚步狠狠一顿，眉头深深皱着。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漏洞多的都数不清。夏子熙说道。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营月内部聊天时称呼杜卡罗猎杀者都是直接叫猎狗的。在两人之前的对话中，未央从来没喊出过猎狗一词，他都是称呼猎杀者。也许是今天时间仓促，下次做好功课再来吧。夏子熙说着，那本来垂下的受伤手臂忽然间抬起来，一道寒光从掌心之间绽放。那陡然显现的寒光竟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之前未央认为夏子熙的这条手臂是失去行动能力的，因此根本没有任何地方。那匕首的攻击角度极为毒辣精准，直奔咽喉而来。这假冒的未央只能后仰，然而夏子熙的手腕一抖，匕首临时转向，直接插进了他的右胸口。刺了！夏子熙的手横向一拉，这个假冒未央的右胸直接被割开了一个10公分长的血口子，右边的肺叶
直接被割成2半了。假冒的未央立刻忍痛飞退，夏子熙也是朝着反方向翻身跃起，落到了好几米开外。你的那条胳膊不是受伤了吗？未央忍着疼痛问道。还未正式开战，他的胸腔便已经受此重创，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必死无疑。这时候，夏子熙的另外一条胳膊才无力地垂下来。之前他一直在演，一直在用受伤的那条胳膊来扮演完好的手臂，强忍着伤处所带来的疼痛。夏子熙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完美地误导了假冒的未央，这才有了刚刚的惊艳一击。由于事发突然，寒光一闪而逝，商务车里的猎杀者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而当他们看到假冒的未央受了伤，顿时大惊失色，正要拿起武器往外冲的时候，几个飞车党忽然轰鸣着高速驶来，停在了商务车的旁边。齐齐从怀中掏出了冲锋枪，哒哒哒哒哒，这辆商务车顿时被打得千疮百孔，碎片横飞。如此近距离的射击，车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存活。而假冒未央见状，捂着胸口的伤口，立刻起身飞奔。可是他跑的速度再快，也比不过子弹，更何况是5把冲锋枪同时射出的子弹，这简直是组成了一张火力网。这家伙根本没跑出多远，就被命中了10几枪，扑倒在地上，身体不断地抽搐着。那几个骑着摩托车的枪手重新启动车子，在经过夏子熙身边的时候，后者轻盈跃起，飞身上车，迅速消失在了夜色之中。2分钟之后，另外一辆同款商务车才赶到了现场。米凯莱率先下了车，看着前方那辆被打得千疮百孔的车子，又看了看倒在血泊之中的假冒未央，他的眼睛里简直阴沉的要滴出水来。他之所以一开始没亮相，是准备先在暗中观察，然后亲自对付暗影天王。在米凯莱看来，假冒未央的那名手下虽然是4星猎杀者，但也是拥有着接近5星的实力，拿下身受重伤的陈曦应该轻而易举才是。可没想到事情居然发展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米凯莱恼火之极地吼道。在他看来，自己想出来的这个计划天衣无缝，明明应该可以全歼了陈曦和暗影天王。米凯莱狠狠地踹了那破车一脚，结果把整个门板直接踹掉，露出了里面几具千疮百孔的尸体。旁边的手下人问道：大人，他们逃跑了，我们还追吗？米凯莱看了看混乱的街道，远处已经传来了警笛的声音了。追什么追，都给我回去！他恼火地吼道。这几天，欧洲几个大国的负责人都在罗马度假呢，真是让他们看我的笑话。吼完了这一声，满脸怒容的米凯莱扭头便上了车，根本没管手下们的尸体。车子迅速启动，从警车的反方向离开。在街道旁边的一处教堂顶上，苏无忌端着狙击枪，那本来已经压下一小半的扳机终究没有扣下去。他的唇角轻轻翘起，自言自语：这次运气真不错，竟然钓到了一窝大鱼。对于迎月晨曦来说，这是近乎完美的一夜，一下子消灭了好几个杜卡罗猎杀者。夏子熙拖着受伤的身体，主动充当了诱饵，表现完美，无可挑剔。谢谢你们。他在安全地点下了车，对几个飞车党鞠躬告别。
这几个骑摩托车的杀手都是游侠。天王夫人客气了。几人纷纷说道。啊！夏子熙立刻解释。不，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什么天王夫人。现在不是，以后早晚会是。夫人和暗影天王大人非常般配。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我们要早点去华夏喝喜酒。几个游侠哈哈一笑，一人丢下一句吉利话，随后骑车离开。这些游侠好像搞得真要结婚一样，这才哪跟哪啊？夏子熙小声嘀咕了一句，口罩之下的俏脸之上下意识地露出了微笑。这样被游侠调侃，他是一点儿也不反感。随后夏子熙控制不住地咳嗽了几声，一股血腥的味道随之涌到了口腔之中。刚刚那次突袭看似潇洒写意，可是夏子熙是拖着一身伤势做到了这个地步，在战力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差点秒杀了一名5星猎杀者，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战绩了。营月的杀手大部分都是靠脑子来完成任务的，尤其是陈曦这种主力更是如此。走吧。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正是苏无忌。此刻的他也骑着一辆摩托车，手里还拿着一个头盔。盖上，咱们走。他把头盔丢给了夏子熙，后者接住，单手戴上，主动跨上了后座。咱们去哪里？苏无忌说道。去度假。夏子熙。什么？苏无忌笑着喊道。罗马假日。罗马的华尔道夫酒店。这几天酒店所有的行政套房都被包下来了，大堂和走廊里的保镖莫名多了许多。6星猎杀者米凯莱此时躺在浴缸里，愤怒地喊道：滚，都给我滚出去！他的2个情妇身披轻纱，正准备服侍他清洗身体呢，结果被一通怒骂。这位坐镇意大利的杜卡罗强者，此刻颇有一种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独自在浴缸里坐了许久，米凯莱才面色沉沉地站起了身。他简单地穿了件浴袍，便走到了电梯里，径直下楼，黑着脸来到了泳池边。这今天泳池和康体中心的楼层也全被高价包了下来，酒店里的任何服务人员都不准进入这个楼层。嗨，我亲爱的米凯莱，你看起来怎么这么不开心？不饿？一个男人正仰面飘在泳池上，双手枕在脑后。他的双手双脚都没有动，也并未沉底，那充满了肌肉的身体轻盈的像是一片浮在水面上的树叶。他叫弗莱根，今年42岁，是老牌的猎杀者了，战绩一直相当不错。在杜卡罗把欧洲大族化整为零之后，这个弗莱根便一直负责德国区域。平均算下来，基本上每年都有1到2个营月成员在德国栽跟头，其中不乏资深杀手。弗莱根的战绩已经算是相当出色的了。米凯莱在泳池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拿起果汁喝了一口，答非所问地说道：你所说的度假就是这样在泳池里飘着，真无聊。弗莱根说道：我总不能像是托维奇那样吧？你看看按摩池那边，简直要疯掉了。此时在几十米之外，泳池尽头的按摩池中正水花四溅，娇声连连。那个名叫托维奇的英伦猎杀者负责人正和2个女人上演着一场激战。弗莱根说道：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精力旺盛的不得了。我真的很不理解，这种事儿
在英伦难道是违法的吗？非要跑到罗马来干？你说的很有道理。米凯莱沉声说道。我已经通知总部，暗影天王和银月晨曦现身罗马了。弗莱根说道。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而且能看出来，你受了不小的损失。米凯莱的脸色更难看了。今天晚上2场战斗，我手底下的猎杀者死了7个，其中还有1个5星猎杀者。我在罗马的手下几乎快要打光了。弗莱根哈哈大笑。那得恭喜你了，成为了光杆司令。意大利国内没有手下人能威胁到你的位置了。米凯莱的眼神里透着不爽。你还是这么喜欢讲这种无聊的地狱笑话。只要你开口向我们求助，我们是会帮忙的。几十米之外的按摩池里，战火稍停，传来了托维奇的声音。能够成为杜卡罗的异国区域负责人，起码也是6星猎杀者了。他们这些年来主要负责战术制定，已经很少亲自参与到围猎银月杀手的一线了。米凯莱说道。我还是那句话，这是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这里是我的地盘。弗莱根说道。那你就只能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了。暗影天王没那么好对付的。米凯莱的声音沉沉，影子肯定不会对我们主动出击。我现在就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调人过来。算了，我们帮你一起出手吧，就当度假时候找点乐子了。一个身影从 SPA 区走了出来，他的身上连一条毛巾都没有，身形相当高大，得有将近2米，体重应该超过了300斤，有点像是外国版的小庞。此人名叫布莱斯，法兰西的猎杀者负责人，也是这里业绩最差的一个。哈哈哈，布莱斯已经忍不住了，毕竟他上一次抓到银月杀手还得追溯到3年前。弗莱根又笑起来，再不做出点成绩，整个法兰西大区就要被整体撤掉了。布莱斯丝毫不在意这种嘲笑，而是说道：这次我带来了10个手下，可以全部交给米凯莱调度。托维奇说道：如果米凯莱愿意让我们配合行动的话，我带到罗马的12个猎杀者也可以交给他。弗莱根从泳池里原地跳到了岸上，甩了甩身上的水花。既然你们都准备亲身参与，我也不能置身事外啊。说话间，他对着泳池猛然挥出了一拳，强悍的劲气从拳头前方爆发出来，重重轰入池中。这一下仿佛有一枚水雷在泳池中爆开，激起的水柱直冲天花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又高又壮的布莱斯见此，不禁沉声说道：弗莱根，怪不得你的战绩那么出色，原来实力已经不次于米凯莱了。弗莱根笑着说道：哈哈，给我5年时间，一定能成为7星猎杀者。你们别太乐观了。刚刚和2个女人打了一架的托维奇说道：6星和7星猎杀者之间有着天堑鸿沟。米凯莱、弗莱根，你们觉得你们这辈子能追得上博扬总教官吗？场间沉默了。米凯莱说道：不聊这个，我们先制定一下针对暗影天王的作战计划。要什么作战计划？苏无忌对着电话说道：你们看戏就行，我这个孤胆英雄马上就出其不意地杀进去，直接全部搞定。由于这场遭遇战太过于突然，银月那位于欧洲的总部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以他们的情报能力
在得知这起冲突的消息之时，苏无忌和夏子熙已经入住华尔道夫酒店了。这一次是2张床的双人间。杜卡罗的几个主要区域负责人正在罗马度假，但是周遭的安保却非常拉胯。来到这里的猎杀者们天天喝大，满脑子里只有女人的胸和胯，所以苏无忌和夏子熙直接光明正大地走到前台，办理了入住，直到进入房间都没有遇到任何的盘查。事实上，1楼的电梯口还有2名猎杀者正在站岗，可他们2人正犯困呢，只是扫了一眼苏无忌和夏子熙，便恹恹地低下头去。但是此刻营月的情报官联系上了暗影天王，2人已经不算陌生了。之前就是这位情报官把那些与金奥利相关的被拐卖的信息交给了苏无忌。至于这位情报官是不是受到别人的指示才这么做，很难判断。在彼此情报不对称的情况下，苏无忌懒得想这些。暗影天王大人，罗马有4名6星以上的猎杀者，但其中的米凯莱和弗莱根超越了6星。那位情报官说道：这很危险。苏无忌有什么危险的？健康的陈曦都能对付得了6星，但我能把陈曦吊起来打。一旁的夏子熙抿了抿嘴，这话虽然是事实，但听起来怎么怪怪的。指挥官未央还在别国，没来得及赶回来。情报官说道：暗影天王大人，你要不要等未央一起？苏无忌说道：你们营月怎么啰里啰嗦的？是不是整个组织里的女人太多了？我都说了，这次交给我，你们看戏就行。情报官无法说服苏无忌，于是无奈地挂断了电话，打给了真正的未央。指挥官，抱歉，我无法说服暗影天王。情报官说道：我担心这次会有7星猎杀者出现，6星和7星之间有着天堑鸿沟。别看现在米凯莱的实力超越了6星，可他这辈子都不一定能推开7星的大门，那是熔炉到天灾的跨越。未央淡淡说道：把所有主力杀手调往罗马，给暗影天王保驾护航。这情报官总觉得在未央就任指挥官之后，整个营月对暗影天王的态度怪怪的，有些超出寻常的好了。就在苏无忌挂断情报官电话的时候，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女人走进了华尔道夫酒店的大堂。她穿着一件毫无装饰的米色大衣，头发盘起，天鹅颈，极为动人。她的衣着打扮虽然简单，却有着掩饰不住的高贵感，仿佛女王降临。在这个气质高贵的女人进入了酒店大堂之后，周遭忽然间变得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顿时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了过去，就像是一颗最耀眼的星星，忽然坠落到了他们的眼睛里。尤其是那2个在电梯门口站岗的杜卡罗猎杀者，他们这2天已经被罗马的酒色掏空了身子，简直都快要对女人不感兴趣了。可在看到这个高贵的女人进入大堂之后，他们便感觉到眼睛一亮，心情明显都随之而振奋了起来。之前夏子熙进来的时候是戴着口罩的，而且做了眼部伪装，美丽的容颜全部被遮盖住了，所以并未吸引到这2名猎杀者的注意力。但这一次，那高贵绝伦的面孔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暴露在酒店的灯光之下，给这个夜晚增添了一抹最动人的亮色。麻烦让一下。这女人声音淡淡地说道：
哦，是好的，好的，是谢谢。2名猎杀者连连答应。这女人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高贵之中似乎蕴含着一种无形的压迫力，让他们心神不受控制，都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那女人进入了电梯之后，还对2名猎杀者点了点头，淡淡说道：谢谢。在电梯门关闭之前，她还特意把这2个男人打量了一遍。啊，不客气，不客气。2人连忙满脸堆笑的回应，显得极有礼貌。电梯门关上，这2个大汉各自傻笑了1分钟，随后才对视了一下，都看到了彼此眼睛里的兴奋之意。我的天啊，我的天，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快快快，去告诉老大，这一定是他的菜。 2人直接跑了，显然已经被美色彻底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想到自己这么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他们是米凯莱仅剩的手下，在2次战斗之后，驻守罗马的低级猎杀者已经快要死光了。泳池区域，米凯莱正在和另外3国的猎杀者负责人聊着行动计划。这时候，这2个手下匆忙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个个满脸喜意。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米凯莱问道。有什么喜事？在看到2名手下喜不自胜的表情之后，他的表情随之轻松了一些。第一反应就是暗影天王死掉了。突发绝症，当场暴毙，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然而愿望终究只是愿望，这只是这位6星猎杀者在惨痛失利之后一厢情愿的梦想。大人，大人有一个女人来了。她很漂亮，特别漂亮，身材尤其好。听到这2个手下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出了这个答案，米凯莱的第一反应是这俩人的脑子被1楼大堂的旋转门给夹了。一个女人很漂亮。米凯莱皱了皱眉头。是的，非常漂亮，而且气质高贵。一名猎杀者嘿嘿笑着说道：大人，您肯定喜欢。我喜欢你吗？米凯莱骂了一声，他真的要气炸了。旁边另外3个6星猎杀者已经快要笑疯了。米凯莱咬牙切齿地吼道：你们这2个不知所谓的混蛋，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死了那么多猎杀者，你们还让我去抢女人，我有这个心情吗？要是依着以往的暴脾气，米凯莱真能把这2人当场活活打死。可现在手下都快死光了，正处于严重缺人之际，他强行忍住杀人的冲动，走到2名手下的面前，吼道：给我滚回你们的岗位上去，快滚！被老大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这2名手下根本不该说话了，连忙灰溜溜的滚蛋。米凯莱重重地踹了一脚墙壁，吼道：简直是2个无药可救的蠢货。业绩最好的弗莱根微笑着说道：确实不成体统，不过通过这事儿，我大概也理解了为什么罗马的猎杀者战斗力这么弱。如果猎杀者全都是这样的蠢货，那么杜卡罗的未来可就危险了。米凯莱，你确实得为此事负责。米凯莱本来就在气头上，听了这话，他扭过头，气势汹汹地喊道：弗莱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在大战之前跟我内讧，还是要否定我这个人？弗莱根笑道：不，别激动，我只是否定了你的领导能力，又没否定你的战斗力。
来自法国的布莱斯说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早点商议出一个好的计划，彻底把暗影天王留在罗马。吵架只会让我们内部更加混乱。米凯莱强压住了怒火。总之，不能多头指挥。为了胜利，我可以让出指挥权。弗莱根笑着说道。也好，不然你的意大利区早晚得被我的德国区给兼并了。米凯莱瞪了他一眼，但还是强忍着不爽，顾全大局，说道：弗莱根，我现在无法冷静思考，你来负责制定所有计划。我全听你安排。弗莱根耸了耸肩。我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硬碰硬，我和米凯莱两个实力超越6星的猎杀者负责打先锋，和暗影天王正面对决。布莱斯和托维奇从侧面提供支援。米凯莱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倒也没有反驳。毕竟以他的脑子，之前让手下冒充未央去联系夏子熙，已经能算得上他的巅峰之作了。而这个时候，泳池的大门忽然被人推开了，一道冷笑的声音随之响起：4个没脑子的蠢货，能给诡计多端的影子制造出什么威胁？一个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看着来人，这4名6星猎杀者瞬间全都屏住了呼吸。此人随后摘下了口罩，露出了玩味的神色，还对着4个高级猎杀者弹了一下舌。他看起来大概50多岁，两鬓和发梢都已经发白了。虽然是浓眉大眼高鼻梁，长相颇为不赖，但他的脸上明显有着一些风霜，皮肤比较粗糙，尤其是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好像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苦。怎么都不说话了？难道我说的有问题吗？这男人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叼在了嘴上。米凯莱立刻快步走过去，掏出了打火机，主动帮忙点燃。现在整个杜卡罗组织里，能让他主动帮忙点烟的人已经不多了。队长，没想到你能回来。米凯莱的语气里透着清晰的激动。暗影天王必死无疑。队长。其余3人全都兴奋地喊道。别这么喊，我已经不当猎杀者的新兵队长很多年了，退出杜卡罗也很久了。这个男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咱们几个起码有10年没见了吧？在阿曼德所建立的猎杀者体系里，每一名刚刚加入的猎杀者都要经历严苛的新人训练。那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同一个名字新兵，而眼前这个身穿皮夹克的男人就是他们曾经的新兵队长。这个职位他一共干了6年。这6年里，他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银月的杀手教官。卸任之后，这位队长便去了美洲，销声匿迹，从未再出现过。队长，你回来了，我们这次必胜。米凯莱说道。你不在的时间里，杜卡罗节节败退，简直输得不成样子。猎杀者们已经快要忘记胜利是什么滋味的了。这队长淡淡说道。我这次回来倒也不是受杜卡罗所托，只是有人念及旧情，让我回来帮个忙而已。苏无忌这一次确实是想要大干一场，毕竟最近实力提升了一些，他迫切地想要找几块磨刀石验一验成色。可惜的是，前几天在南利，第1猩红神卫加列戈斯被金泰珠叔叔给打跑了。
自己也失去了练手的机会。几个6星猎杀者，实力大概能比得上东洋的上忍和高武，还没有被苏无忌放进眼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他甚至觉得不过瘾。他迫切地想要再遇到几个堪比博洋和海瑞克这样的7星猎杀者。至于和那位猎杀体系的创始人阿曼德实力差不多的同级高手，还是算了，目前苏无忌还打不过。只是可惜我没法支援你。夏子熙说道，你就留在这里好好休息。这群蠢货，压根想不到，我们已经和他们住在同一间酒店了。苏无忌坐在床边，拍了拍夏子熙的肩膀，晨曦女侠，安心睡觉吧，等你明天一觉醒来就能看到。欧洲的杜卡罗近乎覆灭了。夏子熙的眼睛亮晶晶的，她此刻虽然不施粉黛，但是肌肤却仍旧透出无比动人的光泽。发自内心地说，你真是个英雄。苏无忌换好了衣服，便出了门，沿着走廊尽头的消防楼梯，一直来到了4楼。这是泳池和 SPA 的楼层。在楼梯口有2个杜卡罗猎杀者在站岗。时至深夜，他们的困意已经很重了，可是老大们还在聊着天，使得他们也不得不在这里陪着一起熬。看到一个东方青年从楼上下来，这2人只是抬眼扫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可是这个时候，苏无忌直接从楼梯上扑了下来，动作凶猛强悍，仿若饿虎扑食。那2名猎杀者瞬间被扑倒在地，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出声，便被扭断了脖子。10几分钟之后，泳池里的会谈结束。好吧，今夜到此为止，都回去休息。这新兵队长说道，明天就是这个影子的死期了。听了这句话，几个高级猎杀者都非常兴奋。米凯莱说道，听队长的，都把手下喊过来，让他们养精蓄锐，今天晚上睡个好觉。然而这个时候，布莱斯却狠狠皱着眉头，说道，我怎么一个人都联系不上了？弗莱根拿起手机，试着联系了几个手下，也全部失联。米凯莱打了2个电话，同样没人接听。队长扭头看向了大门处，沉声说道，看来他已经来了。今夜的苏无忌就像是一个幽灵，游走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各个楼层之中，无声收割着那些杜卡罗猎狗们的生命。就在那位新兵队长已经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10几个低星级的猎杀者都死在了苏无忌的手中了。布莱斯和弗莱根的手下全部被苏无忌兵不血刃地干掉。现在普通的猎杀者只剩下托维奇从英伦带来的12个人了。托维奇这位6星猎杀者住在19楼的行政套房。然而当苏无忌从楼梯到达19层的时候，却是愣了一愣，因为前方的走廊尽头有2个男人正躺在地上，脑袋耷拉向一旁，他们的脖子全都被拧断了。这不是苏无忌动的手。他摸了摸对方的皮肤，还有正常体温，显然只是刚刚死掉而已。居然有人抢先了一步。苏无忌的第一反应就是晨曦参与了此事，但想了想，自己出门时对方都已经睡着了，就算醒来再动手，行动也不至于那么迅速。苏无忌发现这间行政套房的门是虚掩着的，并未关死。由于这间酒店已经有些年头了，所以
门即便没关严实，也没有发出滴滴滴的提示音。他打开门，发现房间里也倒着2个人，同样是被拧断了脖子。无论是走廊里还是房间中，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显然，对方的真正实力远远胜过这些普通猎杀者，都是一招秒杀。不会是未央来帮我的吧？苏无忌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心中随之又冒出了一个想法：莫非是金明鹤那混账玩意儿良心发现，开始默不作声地帮忙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发现在房间里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便签纸，上面用英文写着：杜卡罗前任新兵队长杜西斯回归。暗影天王，你要小心一点哦。苏无忌的眼睛随之眯了起来，一股淡淡的凉气从后腰处冒了出来。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居然被人盯上了，似乎有一道比自己更像幽灵的影子正飘荡在华尔道夫酒店内。写着纸条的人虽然目前看起来是有飞敌，但这种感觉让人着实有点不那么舒服。这种故弄玄虚的行为有点像是歌者的习惯，但苏无忌本能地感觉到这应该不是金明鹤干的。凭后者现在和自己的关系，完全犯不着偷偷摸摸做这些事儿。新兵队长杜西斯是谁？苏无忌摇了摇头，看向了窗外。窗户已经被打开了一些，寒冷的夜风已经吹了进来。和华夏国内不一样，这种欧洲老式酒店的高层窗户还是可以打开的。那个偷偷摸摸留纸条的人应该就是从这窗户翻了出去，只是那一扇窗户并不能完全打开，所开的长度完全不够一个成年人挤出去的。苏无忌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从这窗户缝里离开，对方能从这里撤走，要么是身子骨足够纤细瘦小，要么懂得运用一些所谓的缩骨功之类的技巧。就在这时候，走廊那边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托维奇来了，受新兵队长的指挥而来。对于这个命令，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怀疑，100%相信老上级的判断。托维奇刚一进入走廊，便见到2个手下倒在了门口，顿时大吼了一声：暗影天王！紧接着随着轰隆一声响，房门被整个踹了下来。然而这房门还没飞出2米呢，就陡然倒飞而回，而且这飞回的力道明显要大得多，起码是托维奇那一脚力道的1倍以上。混蛋！托维奇的重拳狠狠轰在了那扇门上，砰！整个木门顿时4分5裂，碎块四下砸得老远。然而在这些无数的木屑之后，一道紫芒陡然间亮起来。托维奇的战斗预判意识很强，早已经意识到了不妙。但是来罗马度假之后，每天都要跟女人以1挑2的大战，没日没夜的体力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他即便判断对了紫色软件的落点，但是躲避的动作也是明显比平时迟了半秒。紫色软件是冲着托维奇的腹部直刺而来，后者本来可以完全躲开的，但这一步延迟便中了招。唰，紫光没入了托维奇的肋间，可这时候的他还在横移，使得剑锋直接挑飞了侧面的一大片皮肉。托维奇发出了一声痛吼，强忍着伤处的痛楚，另外一只手里的匕首直接朝着苏无忌的脖颈狠狠插了过去。
然而苏无忌的动作更快，他的手腕一抖，那一道凌厉的紫光瞬间转弯，渐渐犹如毒蛇吐信，精准无比地点向托维奇的手腕。如果托维奇的匕首要继续往下扎，那么他的手腕就必然会被紫色软剑刺穿，甚至整个手掌都有可能被切下来。托维奇不得不收手后撤。然而苏无忌的左拳已经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他的胸口。砰！托维奇的身体直接被打飞，重重地摔落在了走廊的另一头。光是从这一招之中，托维奇就感觉到苏无忌对付自己绝对是游刃有余的。布莱斯，快点来弄死他！托维奇吼道。他从地上翻身爬起来，忍不住地吐了一口血。苏无忌那一拳造成的不只是外伤，拳风中所蕴含着的劲气穿透力极强，有相当一部分并未逸散，反而透过了厚实的胸肌，直接钻入了胸腔。这种攻击的力道并不是那些西方高手里比较常见的力大专飞，而是绵延不绝，似乎这些力量能够在体内停留很久。托维奇的实力只是堪堪超过6星，这几年来一直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以他对武力原理的认知，根本不能理解苏无忌这一拳的内核是什么。随着托维奇吼完了这一声，苏无忌已经骤然转身，紫色长剑瞬间绷直，狠狠踢向了身后的电梯口拐角。而从那一片区域锃亮的刀光也已经亮起来了，那是布莱斯的长刀。铿，刀剑相交，清脆的精铁交鸣之声顿时爆发了出来。然而下一秒，托维奇便听到了布莱斯发出了一声闷哼，半截长刀的刀身已经旋转着飞了出来，插在了走廊的墙壁上。布莱斯，继续，你我夹击他！托维奇吼道。然而那位身材高大的6星猎杀者却只是站在原地，并未继续进攻。他看着自己那握刀的右手，眼睛里流露出了浓浓的难以置信。那把伴随他多年的长刀被紫色软剑劈了一下，便只剩下了半截，而布莱斯的整个右手背的所有皮肤也已经因力量震颤而崩裂，鲜血流得满手掌都是。然而就在布莱斯被苏无忌一招打到懵逼的时候，下一秒后者的身形便宛若瞬移一般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的拳头已经轰向了布莱斯的胸口，布莱斯立刻扔掉半截长刀，举拳相迎。他身高将近2米，本来也极其擅长力量，但是看他们这2人的体型，光是力量对比的话，布莱斯似乎完全可以吊打苏无忌。然而在这一拳之后，结果却是反过来的。布莱斯的身形倒退了好几米，直接撞开了电梯门，差点摔了进去。他的手抓住门框，才避免了自己掉进电梯井。此刻布莱斯满脸皆是震撼，刚刚和苏无忌对拳的那只手，整个手臂的皮肤已经全部崩裂，血流如注，而他的小臂已经发麻，就像是被注射了麻药一般，失去了大部分的知觉，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神经都被震断了。苏无忌语气微嘲地说道：“就凭你们2个，意大利的米凯莱和德国的弗莱根呢？那2人实力是不是要更强一些？”那边的托维奇又吼道：“布莱斯，一起上！”然而他刚刚喊出了这一声，苏无忌就身形一转，来到了他的身前。这速度实在太快了，此刻托维奇脚步发沉，躲又躲不开，防又防不住。
砰然一声巨响，轰！苏无忌的脚狠狠踹在了托维奇的胸口。这一刻，后者才意识到，苏无忌之前跟自己对战的时候，明显刻意留了力气，此刻全力爆发之下所产生的破坏力，绝对是之前的1倍以上。这一下实在太凶猛了，托维奇挡在身前的手臂都已经瞬间变形，整个人直接倒着撞破了走廊的玻璃，摔了下去。苏无忌也紧跟着一跃而出，以6星猎杀者的实力，即便从19层跳下去也是没问题的，但主动跳下去和被打的摔下去完全是两种概念。托维奇虽然被踹飞，但此刻还想在空中调整身形，但是他才刚刚完成了翻身，一个人便陡然落在了他的身上。确切地说，苏无忌的双脚已经踩在了托维奇的胸口，巨大的力量从脚底爆发而出，这一脚如同千斤坠，托维奇被踹得加速下落。砰！一声让人心悸的闷响传回了19楼，震得还在走廊里的布莱斯狠狠颤了颤。而在托维奇落地的半秒钟之后，苏无忌的双脚落在了他的胸口和腹部，让这名猎杀者充当了人肉缓冲。这一踩，托维奇的胸腔直接被踩爆，显然是死上加死了。鲜血从这名6星猎杀者的后脑勺下面溢出，在地面上扩散了一大片。坠楼发生半分钟后，2道身影才高速狂奔而来，正是米凯莱和弗莱根。这2名超6星的猎杀者本来正在酒店的前后门堵着，准备截杀苏无忌，却没想到后者居然会采用这种下楼方式。看着托维奇的尸体，这2人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因为同伴的尸体上似乎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仔细一看，就是同一个词：吊打。米凯莱和弗莱根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问道：他人呢？与此同时，黑暗世界的论坛已经被一个帖子引爆了。由于临时涌进来的流量太多，服务器都快要宕机了。这个帖子的内容分为2段。第一段是实时战报游侠神殿暗影天王，今夜与杜卡罗组织的4国负责人在罗马交战。就在刚才，一名6星猎杀者身亡，身份疑为英伦猎杀者负责人托维奇。第二段是战局预测，今夜半个欧洲的杜卡罗组织将面临大规模塌方，署名星辰歌者。星辰歌者居然一反常态地发了实时战报和战局预测，这着实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金明鹤此刻正在罗马斗兽场旁边的广场上晒月亮呢，他翻看着手机，摇了摇头，随后打了个电话。你登录我账号干什么呢？金明鹤催促道。乱发什么战报？快点退出来！怎么不行嘛？电话那边的电子音响起来。我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你这次的反应怎么那么大？金明鹤的语气很认真，因为你这次的好奇心有点大了，干涉程度太深了。电子音响起。怕我跟你抢男人？听到这话，金明鹤的好脾气难得破功，没好气地说道：你有病吧？电话那边没有和他吵架，而是说道：这个暗影天王实力一般般了，过了那么长时间才解决掉了一个6星猎杀者，比我差远了。金明鹤呵呵一笑，语带嘲讽地说道：你这种天才
怎么会理解我们这些凡人的世界？这话我倒是挺喜欢听的。电子鹰继续说道。但是这一次，暗影天王可能有点麻烦，毕竟那个杜西斯不是个好对付的。谁？金明鹤第一时间只觉得这名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但第一时间没想起来。杜卡罗新人训练营的新兵队长。电子鹰说道。这几个6星猎杀者都是他当年带过的兵。想起来了，但他出来活动的次数太少了，印象不深。金明鹤摇了摇头。怎么，这次你的情报都跑到我前面去了？你的记性这么差吗？我已经无数次领先你了。电子鹰说道。杜西斯曾经是英伦特别空勤团的上尉，后来加入了杜卡罗组织，很少出手。最近这几年退出了杜卡罗，几乎销声匿迹，不知道去了哪里。金明鹤想了想，说道：既然这样，那么他这次回来就很值得深思了。电子鹰说道：杜卡罗的那位总裁看来也是下了血本了，之前把阿曼德这种老古董都请出山，也没搞定暗影天王，现在又弄出了一个，哇哦，又一个，我要更新战报了。拜拜。电话已经挂断。金明鹤握着手机，无奈地摇头。1分钟后，论坛上出现了第2个实时战报：杜卡罗组织第2名6星猎杀者身亡，身份疑为法国区域负责人布莱斯，署名星辰歌者。金明鹤看着这署名，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再这么搞下去，严坤能猜到的事情也要被苏无忌给猜到了。米凯莱和弗莱根站在楼下，这2个超6星猎杀者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们本来正在搜寻着苏无忌的去向，结果又有一人从19楼的走廊尽头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鲜血溅出老远，竟是人高马大的布莱斯。苏无忌居然在落地之后又迅速返回了楼上，把这一名杜卡罗的法国区负责人也给处理掉了。这坠楼声很大，以至于华尔道夫酒店的许多住客都探出头来，楼下也围了很多人旁观。那个拥有高贵冷艳面庞的女人也推开了窗户，往下面看了看，也只是看了几秒钟而已，她便收回了目光，坐回了沙发上，打开了手机。紧接着，她的手机里便出现了黑暗世界论坛的界面。暗影天王在今夜对决杜卡罗猎杀者。看着这实时战报，高贵女人的眼睛里一下子涌现出了不受控制的波动。她立刻又站了起来，快步走到窗边，往窗外看了看。下面有些混乱，但却不见那年轻的身影。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见面了，这世界似乎也并不是很大呢。他的唇角翘起，轻轻自语，那眼底的满足与欣喜显然是从心底生发而出，绝非伪装。接连发生了2起坠楼案，警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但当他们得知这2名死者是杜卡罗的6星猎杀者的时候，便立刻决定不要介入，保持旁观。这根本不是他们能参与的争斗。米凯莱和弗莱根此刻已经站在远处的小广场上了，他们望着酒店楼下闪烁的警灯，脸色皆是相当难看。米凯莱说道：我们怎么办？一旦真的打起来，他们才发现之前所制定的那些计策简直跟笑话一样，一个都用不上。暗影天王只是一次简单的主动出击，便把他们给打得溃不成军。队长在哪里？米凯莱问道。弗莱根摇了摇头，队长应该也在附近盯着。当务之急
我们得抓紧找到影子，不能让他这么兴风作浪了。米凯莱又问道。分头行动。这是队长杜西斯之前的布置。不，弗莱根否定了队长的提议，如果分开，就会像死掉的布莱斯和托维奇那样，被暗影天王各个击破。分析的真好。一道明显带着戏谑之意的声音忽然在他们的身后响起来。在他们身后的小广场台阶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他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正悠哉悠哉地喝着。正是苏无忌。他笑眯眯地说道，最近几天缺觉，在打架之前我得提提神。还真别说，意大利的咖啡就是比南利的要好喝一些。米凯莱和弗莱根都觉得很不真实，极为离谱。他们什么时候见过决战之前这样放松的？暗影天王，我们又见面了。米凯莱怒意上涌，吼了一声，直接冲向苏无忌。弗莱根见状也跟着冲上去了。根据这两人的判断，暗影天王的实力比他们要略高出一线，对付他一定要联手才可以。两人的重拳已经掀起了无形的风暴，一左一右朝着苏无忌席卷而来。面对这两名超六星猎杀者的攻击，苏无忌一仰脖子，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全部倒进了嘴里。随后他站了起来，一拧身，直接对右侧轰出了一拳。这一拳力道极重，瞬间将弗莱根的拳风打散。这一刻，弗莱根只觉得眼前几乎飞沙走石，目不能视。苏无忌的重拳所释放出来的劲气已经完全搅碎了他的拳风，并且形成了反攻。下一秒，弗莱根便感觉到自己的左拳竟然被一只手掌抓住了，居然被对方近身到了如此程度。弗莱根都没想明白，对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速度未免也太快太离谱了。他想都没想，拳头再度轰出，攻向苏无忌的脑袋。然而这拳力才刚刚爆发到了一半，便戛然而止。因为那只抓住了他左拳的手掌忽然间爆发出了强横之极的力量。弗莱根只感觉到自己的拳头仿佛都要被捏碎了，那咯吱咯吱的响声已经清楚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这剧痛感让他瞬间控制不住地散掉了力量，根本提不起来劲儿。砰！苏无忌的另一只手已经拍出，手掌之中仿佛蕴含着千斤之力，重重落在弗莱根的胸膛之上。这一系列的动作描述起来看似很长，实则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吐！弗莱根只觉得胸腔剧痛，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控制不住地倒飞而出。对付这两名超六星猎杀者，苏无忌确实是用出了全力，和之前对战托维奇的时候截然不同。而简单的试了试之后，他便发现，虽然这两人是超六星，但比7星的博扬以及那个死在莫桑科罗岛的海瑞克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的。那两次苏无忌在有帮手的情况下还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堪堪险胜，但这次完全不用。当弗莱根被打飞出去的时候，米凯莱的拳风才刚刚到达苏无忌的后背位置。送你去死！米凯莱盯着苏无忌那近在眼前的背影大吼道。然而他却发现自己这全力一击居然落了空。苏无忌的身形仿佛瞬移一般，骤然间消失在了原地。米凯莱根本都没看清楚对方此刻到底用的是什么身法。
而下一秒被打飞出老远，还未来得及稳住身形的弗莱根，便赫然发现苏无忌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对方的一只手掌已经抬了起来。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掌，落在他的眼里，就觉得似乎有一场雷暴在苏无忌的掌心之中凝聚。下一秒，苏无忌的手掌便攥了起来，那一片凝聚着无限杀意的雷云便被他攥在了掌心之中。随后拳头轰下，仿若一场雷云风暴陡然爆发。弗莱根只觉得这一拳简直有种灭顶之灾的错觉，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拼了命的后退，在死亡的压迫之下，甚至展现出了他的最强速度。轰！苏无忌那凝聚着惊雷的拳头轰然落在了弗莱根原先所处的位置，地面被砸开了一个大坑，碎屑四溅，飞沙走石。弗莱根的躲避看起来还算及时，他虽然避免了自己被正面命中，但也被这狂暴的拳力波及了，整个人都被气浪掀飞了出去，倒在地上，大口的吐血。米凯莱此时已经停下了攻击，他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睛里出现了骇然的神色。在他看来，弗莱根的实力可能还要比自己高出一线的，可是对方居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简直离谱。这个华夏青年还特么的是人吗？他的体内难道住着一头史前暴龙？苏无忌扭头看着米凯莱，活动了一下拳头，淡淡说道：你现在逃跑还来得及。米凯莱的脸色阴晴不定，显然内心之中还在挣扎着。这时候一道声音响起：你们俩真是让我失望啊。话音落下，那个身穿皮夹克两鬓发白的身影从后方的阴影处走了出来，他的嘴巴里叼着一根点燃的雪茄，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对苏无忌微笑说道：小影子，在你死之前，要不要来一根过过瘾？苏无忌随之眯起了眼睛。新兵队长杜西斯。然而这时候又有一道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今天谁死还不一定呢，杜西斯，别把话说得那么早。这声音传入耳中，苏无忌顿时惊喜无限。